美俄互相进行核威慑，或将触发核冲突。美智库发出警告，这将是全人类的灾难。进行关注本期节目。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与俄罗斯的对抗从外交层面转移到了海上。在美国的主导下，32国军舰集结在黑海，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联合演习。随后，俄罗斯也在地中海展开军演，来对美国的挑衅行为予以反击。然而，美国似乎没有接收到俄罗斯的警告信号，甚至还做出了更加危险的挑衅动作。据环球网报道称，美国海军近日高调宣布，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阿拉斯加号正在位于地中海咽喉的直布罗陀基地执行相关任务。据悉，俄亥俄级潜艇是美国海军的王牌武器，也是当今世界上战略打击力量最强的核潜艇。它能装备24枚3x2潜射洲际导弹，其射程高达1.1万公里。而且每艘俄亥俄级核潜艇理论上最多可以携带192枚核弹头，因此其打击能力相当恐怖，也被外界称为灭国核潜艇。对此，有分析认为，美军在这个时候公布将战略核潜艇部署在地中海区域的消息，实际上就是对俄罗斯的一种威慑。面对这种情况，俄罗斯会感到害怕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都知道，之前俄总参谋长曾正式对西方发出警告，声称如果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那么俄罗斯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反击。如今，美军已经率先对俄进行核威慑，战斗民族也绝不食言，立即亮出了自己最后的军事底牌。据俄媒报道称，俄罗斯在近日将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比尔哥罗德号开出海，并进行了相关测试。据知情人士透露称，这艘比尔哥罗德号核潜艇长约184米，排水量达到3万吨，是目前全球最为庞大的核潜艇之一，并且它还能携带6枚波塞冬核动力鱼雷，打击能力也不容小觑。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美俄互相进行核威慑，两国间的对抗明显升级。按照俄罗斯说干就干的风格，美军的挑衅行为说不定就会触发一场核冲突。因此，针对这一情况，美智库发出警告。他指出，如果美俄一旦爆发核战争，那么很有可能会将世界上其他拥核国家卷入战争中来，到时候整个世界都充满放射性物质，这对于全人类而言将是一场大的灾难。32国军演，美俄互相曝光核武器，会不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普京不会。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最近黑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俄英事件后，俄核事件又被媒体披露，英国又派战机飞过俄军舰进行挑衅。俄罗斯和美国为首的北约关系瞬间紧张。有32国参与的海上威风2021在俄罗斯门口挑衅，俄罗斯强压，心中怒火。据外媒报道，本次海上威风集结32国40架战机、32艘舰艇和18支特战部队共5000兵力参加。面对以美国和乌克兰军队的挑衅演习，俄军没有退让，俄罗斯他们做出了强烈回应。俄罗斯公布了部署在克里米亚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从外媒公布的数据来看， S400 覆盖整个海上威风。美国及其盟友的举动处于俄罗斯的监控之中。海上威风有起初的9个国家，期间没有超过20个国家，去年有9个国家参加，今年突然增加到了33个国家。兵力5000的演习规模并不算大，但国家的突然增多给俄罗斯带来了压力，引起了俄罗斯的高度重视。美国最近在网站上发布了阿拉斯加核潜艇在英国直布罗陀海峡访问基地。该核潜艇是可以灭国的核武器，但是不清楚它携带了多少枚核弹和洲际导弹。核潜艇很少出现在媒体上，美国故意报道是为了给俄罗斯施压，给英国撑腰打气。美国战略核潜艇访问这一敏感地区，为了给外界释放信号，有3个目的：一是为了安抚英国及其盟友；2是为了亮剑俄罗斯；3是宣示美国在地中海的军事存在。面对美国的这一举动，俄罗斯迅速做出了回应。俄媒报道，俄罗斯比尔哥德罗进行出海试航，该核潜艇比台风战略核潜艇还要长，所以被大家称为全球最长的核潜艇。但报道只公布了该核潜艇的一个细节，就是可以携带6颗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波塞冬属于核鱼雷的一种，可以潜深1000米，采用超空炮技术，水下时速100节，几乎不能进行拦截，属于和美国阿拉斯加同量级的核武器。俄罗斯没有像美国一样公布核潜艇行踪，但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美国，想要玩核潜艇，俄罗斯奉陪。面对俄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多人会问，会不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俄罗斯的民众尤其关心。普京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俄罗斯不会是引爆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此前，佩斯科夫称，英国军舰事件是英国的故意挑衅行为。俄罗斯对英国战斗机飞过俄军舰的克制，说明俄罗斯想平息此事，但是目前没有看到美国及其北约有平息的打算。在局部冲突中，核武器会使双方变得冷静。中国应借鉴俄美的做法，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核能力。怕79岁的拜登乱来，1个月内为何美国会紧急废除2项总统宣战权？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日，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国会在上月29日当天连续宣布废除自1957年的中东战争前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前就赋予美国总统的2项宣战权。
而在半月前，美国会还废除了2002年因伊拉克战争而赋予总统的宣战权。其实，根据美国法律最初的设置，只有国会才拥有向其他国家宣战的权利，美国总统只有指挥权。后来因为美国向外扩张的需要，如果还要先经过国会再经过总统的话，流程就会显得过于漫长，也会错过最佳的宣战时期，所以才在之后规定了总统有宣战权。美国现总统拜登上任虽然才只有半年左右，但拜登的年龄可一点不小，79岁的年龄令拜登在出席许多场合时都显得力不从心。在前不久和俄罗斯总统的会谈上，几次口误把普京叫成特朗普，不少媒体揣测拜登是不是有老年痴呆的可能。在之前登基时，拜登也连续摔跤，给媒体留下了许多摔跤后狼狈的画面，外界担忧其健康状况也是应有之义。要说废除总统宣战权是怕79岁的拜登乱来，这也不是不可能。毕竟现在黑海的对峙形势越来越严峻，俄罗斯先是用实弹驱逐英国军舰，在几天后又和荷兰军舰在黑海发生摩擦。荷兰方面说俄罗斯这是在恐吓，俄罗斯方面说这是在防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俄罗斯对于由美国主导的海上威风军事演习极其不满。莫斯科认为美国这是来上门挑衅。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在不久前的一场采访中表示，不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西方也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普京的强硬态度也可以看出来，如果美国继续挑衅，很有可能将事态升级。美国国会的那帮人还是不想和俄罗斯硬碰硬的，但鉴于拜登上任来就展现出了不太健康的一面，再加上拜登背后军事复合体的撺掇，很难保证拜登不会滥用总统宣战权。大家都知道，美国那帮子军工利益代表人在发动战争上是极其狂热的，提前限制拜登也是防止总统滥用权力。不过也有媒体分析，这招也是为了防止下任总统的乱来，并不单只是针对拜登。不过，限制总统宣战权并不代表美国就会放弃战争，热爱和平了。谁要这么想了，那可真是太天真了。美国在其他国家的驻军没有召回，军力部署没有收缩的迹象，依旧是热衷于给世界搞事。只是现在的美国国力不复以往，霸权他没有放弃，但他也得面对现在的美国不能和另一个大国打起来的事实。北约战机覆盖黑海，俄基地显被炸，北约暗地里的阴谋彻底激怒普京。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在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北约秘书长特别代表阿帕托雷表示，北约将无视俄立场，继续在黑海活动。同时，在英国驱逐舰问题上，北约盟国也将捍卫自己的原则。这句话从表面上看，其实就一个意思，那就是北约支持英国，哪怕是俄罗斯因此阻止北约在黑海的活动。但实际上，北约也不会因为俄罗斯的不满态度而放弃在黑海地区的活动。一方面，北约在黑海的行动是为了支持乌克兰和确保北约在黑海的影响，另一面则是为了消耗俄罗斯。要知道的是，俄罗斯因为北约的步步紧逼，已经在克里米亚地区部署了导弹和大批军队。这些军队光是一天的消耗，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称，除了北约32国齐聚黑海举行联合演习，战机覆盖黑海之际外，北约在暗地里也勾织了一些阴谋。在7月2日，卢卡申科给普京打了一通电话，通话的主要内容为由北约国家扶持的武装组织试图在俄罗斯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北约多国演习时，炸毁位于明斯科地区的俄罗斯海军第43通信基地。通话结束后，俄罗斯普京立即发布了一则法令，即刻封锁科什海峡区域内所有的俄军，准备好抓捕行动。不得不说，俄基地这次真的险些被炸，但是这也彻底激怒了普京的怒火。截至目前，俄罗斯官方已经宣布驱逐4个欧洲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英国的牛津俄罗斯基金会、霍多尔科夫基金会和俄罗斯未来基金会。同时被驱逐的还有在俄的法国非政府组织欧洲选择组织。此外，俄联邦司法部门也颁布了相关法律，要求所有外国互联网公司都必须在俄罗斯境内设立实体机构。克里姆林宫此举的意图很明显，如果这些西方机构胆敢在俄境内挑起骚乱，就直接抓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普京大肆处理西方组织，让俄罗斯的安全局势有所动荡时，中国的支持让普京彻底少了后顾之忧。中俄双方将举行西部互动2021联合军演，同北约的海上威风2021打擂台赛。在规模上，这次中国与俄罗斯的军演将有1万余人。很明显，中俄两国军演无论从人数还是时间上看，都是在针对西方在黑海进行的军演。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在中俄两国完成友好合约的延续后，中俄之间的合作将更加紧密、更加深入。